飞灵 GNRNG。全球精英无趋之路，北方豪族盟主，西南商会会长将与商方合作。斗六八皇帝，华尔街金融霸头席卷全球，盛元会所掌控的资产已超10万亿，成为全球第一大商业集团。而作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富豪，盛元会会长身份极其神秘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位绝世无双的商界巨子就在江城。爸，这盛元会会长到底是谁呀？我们尊称他为麒麟，他是全球商界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语可以衰国呀。你这外卖员搞错了吧？这个位置也是你能做的？这个位置我怎么就做不了？这可是掌握全球商界命脉盛元会会长麒麟的专属宝座，你还不快起来！小曼呐，你快住口！他就是盛元会会长叶林呐！什么？叶先生，小女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一时口不择言。还望您海涵呐，叶先生，对不起。不过，我在这里是麒麟，在外就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。坐下吧。多谢叶先生。会议正式开始。我好像见过他，但是世界第一富豪麒麟为何要伪装成一个外卖员啊？叶先生，我的汇报完了，请你指示。所有人的汇报我都听完了，指示如下：华尔街的营收今年要做到5000亿美金以上，完不成自动辞职。是，你们今年最少要投资2500亿美金，收购全球矿产资源，完成全球产业。是，将右商方和南方商会，我给你们3000亿美金，加强国际贸易。至于北方豪族联盟，欧盟主，我给你1000亿美金，你以盛元会的名义投资给江城苏家，要以国礼进行签约仪式，举办凤凰宴，谨遵叶先生之命。好了，哎，我还有几份外卖要送，我可赔惨喽！恭送叶先生。爸，这富可敌国、只手遮天的麒麟，竟然在送外卖，而且他给他们都是几千亿的美金，给咱们只有1000亿，还要给那个什么江城苏家。苏家苏青言是叶先生的妻子，之前苏家非常弱小，叶先生怕妻子压力大，甘愿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暗中庇护整整5年了。从此江城苏家风生水起，生意越来越大。叶先生投资苏家1000亿，看来时机成熟了，还要公开自己的身份。办好凤鸣宴，叶先生一定对我们董家刮目相看。没错，这个凤鸣宴一定要办好。这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语可以衰国，地位如此显赫的麒麟，做他的妻子该有多幸福呀！妈，您这么着急，让我回来一趟。别给钱了。妈，这是什么？你是真没文化呀！怪不得你只能做送外卖这种下贱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把它签了，跟我姐离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和青叶离婚？为什么？你这又穷又懒的废物！你和我女儿还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你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
妈，我怎么就配不上青爷了？你不要叫我妈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废物女婿。有信。我姐现在可是冉冉升起的商界巨星，江城第一美女总裁。就在明天，北航盟主将会投资我姐1000亿，举办国礼、凤鸣宴、凤舞9天。再看看你，你不过是阴暗沟渠里边的一只臭虫，下贱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姐如此高贵的身份？哥，是青爷的意思。让你签你就签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把它签了，滚出我苏家，自食其力！苏家死皮赖脸！青爷现在在哪儿？青爷，我女儿正在花园里陪高公子。北航盟主投资我们苏家1000亿，就是高公子从中撮合的。你和人家，嘿，就是纯种的废物！我现在去找青爷，问个清楚。高公子，多亏了您，北航盟主才能投资我苏家1000亿，更是举办让苏家荣幸至极的凤鸣宴。青爷，你说这种话就太见外了。引荐北航盟主只不过是我举手之劳的小事儿。放开你的脏手！哪来的狗东西，敢推倒本少爷！叶莲，你在干什么呀？高公子可是我的贵客。高公子，你也没事吧？青爷，这不知好歹东西是谁？简直太没教养了！他是我丈夫。啊？叶莲，你怎么能如此莽撞？快给高公子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他刚才要抱你，对你一图不轨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高公子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去！不要打扰我们谈论商业上的事情。你不滚能赖在这儿干嘛呀？一个送外卖的社会人，你知道天使投资和私募基金的区别？你懂 IPO 和 PMI 有什么不同？就是个废物。其实我行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高公子，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商谈的氛围了，要不这样，晚上我请您吃饭给您赔不是？得，我高天恒什么身份，自然不会跟一个送外卖的计较。先走了。叶莲，你平时不思进取，一天到晚只知道跑腿送外卖，我都忍了。你为什么非要在苏家即将平步青云的时候出来丢人现眼啊？丢人现眼？凤鸣宴是我安排的，北航盟主给你们苏家投资的1000亿也是我安排的，庇护苏家整整5年。叶莲，你什么时候还学会说谎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妈要让我跟你离婚？你知不知道整个江城的人都说我苏青言嫁给了一个废物，人人都说我的男人就是一个只会在女人背后混吃等死的废物。为你扛下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忍受我的丈夫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，我也可以忍受你得过且过，就这样躺平过一生。但是我无法忍受你是一个满嘴谎话、只会胡说八道的骗子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明天就是凤鸣宴，我只要求你一点，不要让我难过。如果你再让我失望，我真的会和你离婚。老婆，你又知不知道，你们苏家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？丹山金月种，降雀玉麒麟。我要回归。明日凤鸣宴，我要正式宣布，麒麟君临大夏。属下等了会长整整5年，您终于回归了。麒麟卫，恭迎会长。恭迎会长。百花发时我花开时百花盛。明日凤鸣之夜，我倒要看看几人眼下
叶林，苏总吩咐了，本次凤鸣宴不必参加。苏家的凤鸣宴，我作为女婿不能参加。叶林，凤鸣宴可不是你花钱租一身装扮就能参加的，你睁大狗眼好好看看，这里都是江城商业巨子、金融大亨，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有什么资格参加？今天这凤鸣宴没有我不行。哟，听你这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隐秘身份，是什么权势熏天的大人物呢。可惜啊，我对你知根知底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在苏家白吃白喝足足5年的废物。你一个区区助理，没资格。苏总只花了5年便让苏氏集团成为上市公司，现在连北豪盟主都要投资1000亿，你一个靠女人的窝囊废，哪配得上我们苏总？我真正的身份是许望。天还没黑呢，你这废物就在这做梦。这里有500万，拿钱走人，离开苏总。青岩根本就不想和我，这又是我丈母娘和小舅子假借青岩的名义给你。叶林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是不知好歹的儿子，你看看这满堂宾客，非富即贵，我们苏家在江城可谓是一步登天，扬眉吐气。啊，之前咱们苏家只是小门小户，没想到短短5年便成为江城豪门，纵享着泼天的富贵，就连北豪盟主都要投资咱们1000亿，这可真是鱼跃龙门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你这废物！我们苏家凤鸣宴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叶莲，你是觉得500万不够是吗？非要把这软饭吃到底？站住！拿了我苏家的钱还赖在我苏家，有意思。什么钱？我姐给你的分手费。那根本就不是青岩的意思，那只不过是你和你妈看我不顺眼，想赶我走。烂泥扶不上墙，你这废物只配去送外卖。今天是我们苏家的凤鸣宴，整个江城的顶级名流、至尊、首富都将汇聚于此，就连北豪盟主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也会亲自降临。而你只不过是一个靠着我姐才能吃上饭的软饭男，你有什么资格与我等豪门列顶而视啊？说话不要指指点点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小舅子。我吃你怎么了？我点你怎么了？啊？你吃我苏家的，喝我苏家的，怎么？你还要造反不成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这个狗东西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叶林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然敢打我儿子！我们苏家养你整整5年，让你这个软饭男有吃有穿，你就是这样毁了我们苏家的！啊！你是要弑主不成？叶林，你也太不识好歹！这苏家凤鸣宴乃是依国礼所办，这是多么严肃隆重的地方，居然敢当众打人！你这小子真不像话呀，简直就是个地痞流氓啊你！江城顶流云聚于此，而你如此胆大妄为，简直是有辱斯文。我打他，倒是因为他该打。你不配待在这儿！我现在以苏家的名义命令你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要滚！如果我没有资格在此，那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你这个废物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月灼青鸾，有凤来仪。这凤鸣宴是我赐给你们苏家的。这家伙说什么？这凤鸣宴是他赐的？这家伙估计是精神分裂了。这凤鸣宴明明是北豪盟主举办，你竟然恬不知耻说是你举办啊！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谁不知道你叶林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呀？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。叶林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还要毁了你的凤鸣宴！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，他打我！女儿啊，你看看你这种都是什么人啊！
回事？还满口谎言，说这凤鸣宴是他赐给你的。对啊，苏小姐，这叶林太嚣张了。没错，我们都听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！这一巴掌是惩罚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弟弟，这一巴掌是惩罚你满嘴谎话、胡说八道，这一巴掌够了！打我这2耳光，我忍了，不要再践踏我的尊严。今天是苏总的凤鸣之夜，你在宴会之上大吵大闹，冲撞贵客，你何尝不是在践踏苏总的脸面？月莲，现在给我弟弟道歉，给我妈道歉，给在座所有的宾客道歉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有任何人能让我道歉？叶莲，现在是我苏青言在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我给脸不要脸？我们结婚5年，我是你丈夫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我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从商5年，遇到过多少问题，多少困难，多少折磨，你可曾帮过我一次？现在我苏家混得风生水起，多少名流世家、青年才俊对我苦苦追求，我可曾心动过一次？而你毫无长进，满嘴胡言。叶莲，我对你已经很失望了，不要再让我累积成绝望。青言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我跟你结婚5年，朝夕相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再了解。呸！要不是你缠着我女儿5年不放过，我女儿早就被棒棒打了，那还整整在等5年。所以现在给我妈、我弟还有所有宾客道歉。你听到没有？我姐让你给老子道歉的，你赶快低头。我叶凌云生来骨头硬，绝不来低头二姐。再说一遍，这5年不是苏家护我，而是我逼苏家。行了，叶莲，我苏家何等地位需要你来护？是我一个女人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衣食无忧。没有我，根本入不了在场所有权贵者。你错了，而是这些江城顶流入不了我的眼。叶莲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，你呢？一次又一次让我失望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等到那一天，可以等到你成熟，你成为一个男人，在我面前为我遮风挡雨的那一天。但我觉得我现在等不到。叶莲，离婚吧。青言，你说什么？说离婚，离婚！叶莲，我知道你那儿有离婚协议书，拿出来。姐，咱们早就该跟他断绝关系了，他只能拖累咱们苏家。女儿，你终于脱离苦海了，妈为你高兴开心。再问，你不低头。叶林，低个头有这么难吗？你这家伙真是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明白啊！赶紧道歉吧，苏家不会把你赶出门的，可别为了你那可悲的自尊，让苏家把你扫地出门了。苏青言，我也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是圣元会会长麒麟，这凤鸣宴是我让北豪盟主给你举办的，这1000亿也是我让他投资给你们苏家。圣元会会长？我呸！你可真会扯虎皮做大旗呀！你还说你是麒麟呢，你怎么不说你是秦始皇啊？麒麟可是绝世的巅峰级大人物，可以言可以兴邦，也可以摔骨，你这个苏奶奶的废物，竟敢如此！老大呢？本来还有点同情，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废物。看来没什么好说，签字吧。签完字，你跟我苏家就再无任何，绝不后悔。好，你我夫妻，请进。请。好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苏家的人了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，多1秒都不要待。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今日这凤鸣宴按国礼进行，是要赐凤衣、夺凤冠、颁凤诏，
而这3部是要由在场地位最高、权势第一的人物来主持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见识，你说的没错，给我姐赐凤衣、着凤冠、颁凤诏的大人物，正是北豪盟主董自豪。你可以问问北豪盟主董自豪，有我在，他还敢称第一吗？这凤鸣宴上地位最高、权势第一的人是我。你这个家伙真是狂妄自大到没边了呀！啊！我劝你啊，赶紧道歉吧，不然把我们所有江海富商当做好好先生，我们生气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住的。赶紧滚！别逼我们喊人，大断你的狗腿，把你扔出去！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，也敢大放厥词！叶莲，今天来的可都是江城的顶级人物，他们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，哪一个不是身价1万？你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你惹怒了他们，他们分分钟都可以断你的生路。百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花开时百花杀，断我生路，他们大可以试试。狗胆包天，老虎不发威，真拿我们当病猫是吧？来人！是首长，把他的狗腿给我打断，扔出去！是。住手！这群流猪的东西！叶先生是什么身份？是你们配辱骂的？这美女谁啊？不认识。不过看这气势，定然不是什么小人物。叶先生，请上座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女人怎么给他喊先生？他不过是在我家混吃等死的一条狗，他也配叫先生？敢辱骂麒麟，找打！给我上！还有谁？这是我们苏总的凤鸣宴，你又是何人？敢在这里撒野，你知不知道后果？你一个区区助理，在这里颐指气使给谁看呢？苏总，这女人蛮横霸道，搞不好早就跟叶林那个废物搞在一起了。这位小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向着叶林？苏小姐，如果说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耳聋眼瞎之辈，那你便是一叶障目，脑子进水了。我劝你呀，还是尽早向叶先生道歉，免得惹了你惹不起的人，后悔没地方去。这位小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他叶林是什么我惹不起的大人，要我道歉？有我高天恒在此，苏小姐绝不为后，永远不会。我说的。哎呀，高大少爷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高大少爷可是江城第一豪门，百年世家的嫡子，身份何等尊贵。可是你这个送外卖的社会底层，可比了。没错，有我高少在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高少爷能单手给撑起来。苏总，你看看高少爷这风度，这才是真正的世家子弟，这才是您的良配啊！叶林，我不管你和这个女的是什么来头，有什么底牌，我只数3声，立刻给我消失在凤鸣宴上坐牢！我一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高少爷一来，这场面稳定了。这美女只不过是能打，看她在高少面前还能翻起什么风浪。高少有钱，可以砸死这个装神弄鬼的叶林。1、2，快什么呀！3，叶林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？高家家主就算亲自来，也只会跟我说说话。而你高家若是江城第一，不配跟叶先生说话。你说什么？高天豪，或许旁人会被你江城第一世家高家少爷的名头给吓到，但是在我眼里，真的不够大。好妄！叶林，这里是会吃软饭的土狗，你在这装什么呢？放肆！敢辱骂麒麟，找死！麒麟？你说他是麒麟？哎呀，叶林呀，叶林，我总算知道，我一切都知道。你不就是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，不想在你老婆面前丢了面子，这才胡说八道扯出麒麟那样的绝世人物，以此来挽回你那失败的婚姻是吧？可惜呀，可惜你这个送外卖的废物，再怎么装也装得不像。叶林，你知不知道，麒麟可是全球圣元会的最高人物，身下资产
有数十万亿之多，更是全球的第一富豪。各地商会超级富豪无不以加入盛元会为荣。叶林，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装谁不好啊？你假冒麒麟，说个谎话都不是。叶林，你简直就是莫怀而冠，贻笑大方。不过北豪盟主刚刚确实通知我，说是麒麟今天的确会来到这里，会亲自为苏小姐赐凤衣、夺凤冠、颁凤章。女儿，你看这凤衣、凤冠、凤罩，全都是属于你的。苏总，这可是倾国之礼，是您成为江城顶流的象征啊！好美，这是我苏家的至高时刻，也是整个江城与荣有焉的时刻。苏家的至高时刻，江城与荣有焉。可惜，今天将会是苏家的至暗时刻。你个狗东西，还真是恬不知耻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属于北豪盟主的首席，也是你这个废物能站的。快给北少爷滚下来！滚下来！快点吧，别厚着脸皮赖在上面不下来了啊！这废物快笑死我了，真可笑啊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快滚！叶莲，你这个废物已经犯了众怒了，所有豪门都将视你为死敌，会死得很惨。苏总，看时间，北豪盟主也快来了。要是知道这个废物抢了他的首席之作，北豪盟主一定会勃然大怒，到时候苏家都要被他坑死了。叶莲，你非要在这儿硬撑着不肯低头，把命搭上才知道认错吗？又来了，低头认错！你苏青言从来都没有把我们的感情放在第一位，只有富贵、权势，还有这什么凤鸣宴、千亿订单，这才是你想要的。我想要富贵有什么错？我想要权势又有什么错呢？可是这富贵权势你给不了，凤鸣宴的千亿订单你也给不了。你现在只会为了你所谓的面子尊严，大放厥词，无能狂怒。给不了，无能狂怒。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，最后是谁给你换上凤衣，戴上凤冠，颁布凤诏。哎，叶林，你从哪儿学的虚张声势的本事啊？怎么这么逼真呀？都拿影帝了！就是，我们可是江城的富豪，平日里啊阅人无数，火眼金睛。你呀，不过就是个厚脸皮的臭屌丝，我们能看不出来吗？啊，叶林，你不过就是我们招之即来，唤之则去的一条跑腿狗吧？随便挣个几块钱，你就乐呵了啊，屁颠儿屁颠儿的了。这样吧，你呀，现在赶快滚蛋，否则别怪我们给你差评了啊！叶林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丢人！啊！连你老婆都不相信你跟你离婚，你还在这儿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宝贝女儿，好在你不再被他迷惑，和他离婚是你最智慧的决定。他呀，他就是一个引人发笑的小丑，是自己却不知道。一错也我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嫁给他。小姐，您今天可真漂亮。今天可是去参见麒麟，必须得漂亮。喂？什么？江城富豪群起围攻叶灵，这些不长眼的东西，真是不知死活！立刻通知我父亲，即刻前往凤鸣宴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你们真的是太狂妄了，自以为是江城的富豪，就以为没人能治得了你们。来吧，在我面前报上你们的名号，我看看到底谁会后悔。告诉你又如何？我怕吓死你！我是江城10大家族吴启鹏，吴家少主。江城所有高端餐饮娱乐都被我吴家垄断，价值190亿。我是江城10大家族之一刘家，刘家少主。我家有5座私立医院，2家医药上市公司，总资产263亿。我是江城10大家族之一钱明浩，钱家少主。我们钱家在江城那就是一产见发了，资产不多，区3。我高天恒，江城第一世家高家少主，坐拥13家上市公司资产1200亿，我们均已报上大名。叶林，你一个送外卖的社会底层，又能拿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豪门巨富如何呀？就是，他还能如何？一个低
那当然，就是跟所有富豪齐心都不配。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叶先生，他又是谁？怎么又冒出？姐，这叶灵勾三搭四的，看来眼光不少吃啊。哼，他呀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。洪小姐，你叶先生，这些不识好歹的家伙，你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江城吴家、刘家、任家，1分钟之内，你们3家的家主将跪在叶先生面前谢罪。想让我吴家家主跪在这个废物面前谢罪，你是什么人呀？好大的口气呀！我看你真是狂妄无边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刘家好歹也在江城混迹100年，就算是江省总督来了，对我父亲也要让3分薄面。一句话就让我父亲1分钟之内到这儿来向他道歉。没错，1分钟，快！叶林。为了挣回你那点所谓的尊严，为了在青爷面前表现的像个男人，你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这又是花了多少钱，在哪儿请的演员呢？你们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你们的家主对不是？别以为你死皮赖脸，我就能拿你没有办法。时间到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出差吗？请问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呀！给我过来，快！向董小姐磕头赔罪。为什么呀？他是什么人呀？我可是吴家少主，我凭什么给他磕头赔罪？你给我跪下！她是北豪盟主董自豪的千金董小曼，董小姐。什么？董家千金，我们吴家一直都是仰仗着北豪盟主才有了现在的地位，我们所有的财富都是北豪盟主给的。董小姐只要一句话，我们吴家就会破产的。你这个逆子不长眼的东西，快向董小姐磕头赔罪，快赔罪呀！董小姐，我错了，董小姐。孽障！我全家的孽障在哪里？家主，我在这儿呢。都怪我平时对你娇生惯养啊，养成了目中无人、胆大妄为的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是有多少大人物是你惹不起的呀？我非打死你不可！你还不赶紧给董小姐跪下！你别把我们整个钱家都害惨了呀！对不起啊！该死的逆子！我刘家苦心经营数百年，被你个逆子一朝尽毁。对得起我刘家的列祖列宗吗？董小姐，我有眼无珠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呀！我是狗眼看人低，求你饶我一命吧，董小姐，救我命啊！我爸要打死我！哎呀！那个董小姐，都怪我孝子无方。董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求求您就饶了我们吴家吧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董小姐。要怪都怪这个逆子啊！董小姐，如果你要惩罚的话，我立刻把他沉江。小姐，你一句话，我亲自将这逆子打死当场。只求你不要迁怒于刘家，刘家几百年传承，不能在我的手上一朝尽散啊！哎呀，董小姐，你大能饶了我吧，董小姐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对呀！这不对呀！她真是北豪盟主的千金，他为什么会帮叶莲？你们拜佛都拜错了对象，这里能饶了你们的只有叶先生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我们吴家愿意献上1半的财产，求您饶了我们吴家吧！你个孽障，快跪！叶先生，叶先生，请你饶了我吧，叶先生！叶先生开恩，我们刘家应该献上1半家产。你这个逆子，别在这装死！帮我跪下，叶先生，我全家也愿意献上1半家产，150亿呀！叶先生，求叶先生开恩呐！求叶先生开恩呐！刚才你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江城大少，资产数百亿，说我这个送外卖的治不了你们，怎么
现在都跪下了。叶先生，开恩呐！叶先生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叶先生，饶了我们。叶先生，我狗眼是这样天啊，求你饶了我吧。叶先生，高抬贵手啊！死罪可逃，活罪难离。你们3家各捐100亿给内地的助贫基金，此事必须要在3天之内完成。是，叶先生。你们3个不学无术，不知人间疾苦的纨绔，统统给我去送外卖3年！啊！送外卖还3年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你这个孽障！叶先生让你送你就送，若不听叶先生的话的话，我给你抓到汽油桶里沉江！叶先生，我知道，我送外卖，我送3年。叶先生用心良苦，让你们明白人无高低贵贱之分，好好体会平凡的生活，磨掉你们纨绔的性子，还不快谢谢叶先生？谢谢叶生，谢谢叶生。高公子，你不是江城第1世家吗？这好戏才演到一半，就想走了？哼，叶林，别以为有北豪盟主的千金给你撑腰，你就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们，这3大家族都仰仗北豪盟主才苟活一世，他们怕董小曼，我高家不怕。哦，既然不怕，那为什么要走？我只是临时有点事情。高天恒，你别装了。高天恒，你这个狗胆包天之徒，你敢对叶先生不敬？高天恒，你妈的竟然侮辱叶先生！今天我们就算了这笔账。狗东西，还不快给叶先生跪下！你敢打我！跪下，给叶先生道歉！这高手都被逼着下跪了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叶莲不会清算我们吧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他明明在我们家吃了5年软饭呢！董小妹，你可会帮他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可是高家少主，绝对不会给这个废物磕头！我爸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！住手！是谁配让我儿子低头？是谁敢让我儿子低头？高家主来了，这下咱们可有救了。高家主来了，那哪怕是北豪盟主的至亲，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是啊，高家主可是江右商帮和西南商会共同扶持的世家，任何一个都是与北盟集团齐名的高级商会。这下咱们有救了。放开我儿子！爸，你终于来了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没事。不过这一个送外卖的废物，明明扇我耳光，还强压我低头。在江城竟然有人如此对我高家人，看来是没把我高家的这块金字招牌放在眼里。是谁？给我站出来！哪个不长眼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不把你们高家放在眼里，是我。爸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会吃软饭、靠女人装逼的废物。看来我高家是许久没有雷霆震怒了，外边的人还以为我高家是个软柿子，可以任人拿捏了。你们高家的确就是软柿子，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面前放肆，你怕是没死过吧？看看，还是高公子厉害。那是高公子是什么身份？叶林这个废物想用董小曼来压制高家，他根本做不到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叶林这个废物就得靠女人，没有女人撑腰，什么都不是。这就叫人打断他的狗腿。高公子，能不能看在今天是我赴明宴的份上？苏小姐，今日之事事关我高家的面子，我如果不能将此子撤去，我高家的威名将会大损。北豪盟主那又怎样？我将会请到江右商帮帮主和西南商会会长，他们犹如泰山压顶一般，北豪盟主他也扛不住。你们高家确实不用倚仗我北豪联盟，所以你不给我这个面子，我也奈何不了。知道。不过你是靠江右商帮和西南商会，是他们2家成就了你江城第一世家的地位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不过你又可知不知道，江右商帮帮主和西南商会会长，他们又以谁为尊呢？自然是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语可以衰国的麒麟。好，说得好，2位兄弟，
推进来了。帮主，王会长，你们江右山帮帮主看长海，西南商会会长卓依然拜见麒麟。真的是麒麟！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麒麟？我的天哪！麒麟这样的大人物，竟然在我们江城！让你滚得快，要是不然，这麒麟动嘴，关键。你明天就去送外卖，我送3年。起什么？谢麒麟！高家主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我服侍你们高家10几年，没想到你们高家上下都是一些有眼无珠之辈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就是一个整天吃软饭、送外卖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是麒麟？对呀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帮主，卓会长，你们是不是跟我开玩笑？我们给你开玩笑，我们也配？高家主，给麒麟跪下！现在就跪！不是，你们不是自持江城首富，身价千亿，高高在上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吗？殊不知，你们在麒麟面前就是土鸡瓦狗，不厚是碎。好啊，真是一出好戏呀！不过没想到结局小丑竟是你们自己呀！5年前，我为了不给你压力，这才隐藏身份，没有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我一直都记着，原本我想借着凤鸣宴，披上凤衣，戴上凤冠，在苏家最为荣耀的时刻，公布我的身份。让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在默默守护着你，夜里可以给你最好的一切，光彩夺目，被万众仰望。只可惜，你不能多给我几天时间。苏清言，不管你怎么对我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为你做。凤鸣宴起，请苏清言上台。着凤衣，戴凤冠，接凤诏。来吧，这个是啊，姐夫叫你呢，姐夫叫你呢。是啊，女儿，玉林，他还恨着你。你们苏家以后能继续荣华富贵，我求求你啦！苏总，快去啊，麒麟等着你呢。快去！叶莲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苏家之所以能有现在，是因为我努力上进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庇护、你的施舍。我是觉得你一天到晚只会送外卖不求上进，我是觉得你配不上。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你就是麒麟呢？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妈、我弟还有他们根本就不会。叶莲，我真是错嫁了。顾飞燕，你够了！苏家能有今天，就是麒麟的施舍，麒麟的庇护。5年前，苏家在江城不过就是个普通人家，拥有一个价值不过100万的小公司。你以为就凭你的那点努力，能够在短短5年间让一家小公司拥有爆发式的飞跃，成为一家价值10亿的上市公司？你是什么显赫精英？你又是什么商业天才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有什么能力，能够在短短5年间成就如此商业奇迹，让你苏家成为豪门，拥有着连豪门都羡慕无比的凤鸣宴？苏清言，若是没有麒麟，什么都不是。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语可以衰国。苏清言，麒麟是何等人物？他为了你，甘愿隐去往日高高在上的身份，陪着你过平凡的日子，帮助你慢慢崛起。而你在富贵之后，竟然要和麒麟离婚，怎么能对得起他的这份心意呀？苏清言，你在外打拼，叶林在家为你洗衣做饭，你对他却百般误解，他可有过一句怨言？
你嫌弃他不能帮你，恨自己嫁错了人。叶琳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却看不见。还有这凤鸣燕，她不止一次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你作为她的妻子，非但不理解她，甚至还出言嘲讽她。到现在你都还在怪她。苏青言没错。好一个错不在你苏青言！那我董自豪现在就宣布，我北方豪族联盟不再和你苏青言任何商业来往。西南商会从今往后绝不会再和江城苏家做任何商业往来。哼，江油商帮从今往后再也绝不会与江城苏家有任何的商业往来。罗帮主，罗会长，范帮主，千万不能啊！这是断了咱们苏家的后路，你快求求姐夫，你求求姐夫，姐夫就能原谅咱们。苏总，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，3大商业联盟断绝生意往来，我们苏家分分钟就要破产的呀！一夜夫妻百日，你快求求叶莲道歉，认错，这不是刚刚我让他做的事情。叶莲，事情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我满意。你到现在还在怨我作为丈夫为你做尽了一切，我最后换来了什么？在你平步青云之时，嫌弃我丢人，要和我离婚，要苏家崛起，我让苏家资产数10亿，要一飞冲天。我给你凤鸣宴，让江城为你震动。你要步入云端，成为绝世人物，我赐你凤衣、凤冠、凤罩。我还要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妻子满意？叶莲，女人，姐你回来呀！回来！苏总，会长，我去把他追回来吧。让他去吧。会长，那高家这2个家伙要怎么处置啊？会长，这2个家伙交我来料理，保证无声无息。不要，我不想死啊！你们不能动我，我是江城高家家主，也是龙印高家的分支。修村，你是麒麟，你也得考虑得罪龙印高家的后果了。百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花开时百花杀。龙印高家又如何？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。来人呐！把这2个家伙给我带走！不要！饶命啊，会长大人！饶命啊！麒麟，龙印高家怎么会放过你呢？麒麟！姐夫，我姐就是这个不认输的死脾气，你让我把她追回来，我让她给你道歉。叶莲，我知道我们以前对你确实有些误会，但是怎么说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呢，把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？我知道我们家青言惹你生气了，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我一定让青言给你道歉。我不想和你们苏家再扯上任何关系。女婿，我的好女婿，我的好女婿！刚刚还说会长是废物，现在一口给女婿叫的倒是亲了。一家子有眼无珠之辈，哼！见到苏青言，替我好好谢谢他。放着麒麟这么好的男人都不要，什么意思？自己慢慢想吧。这董小曼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的理解和叶琳离了婚，他董小曼乘虚而入，去追叶莲。我姐夫不能去其他的女人，不行。会长，您别生气了。我相信苏青言会早日想清楚，迷途知返回到您身边的。他想怎么样，都是他自己的事，我不想再提他。今天也要谢谢你帮我对付江城3大豪门，以后就叫我的名字吧，不用叫会长这么简单。那我就叫你叶琳吧。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你也别叫我董小姐了，就叫我小曼吧。行，那我就叫你小曼吧。会长，
情报部门传来重大消息，全球第2大商业集团清水株式会社与第3、第4大商业集团秘密接触，估计是要联合对付我们省员会。清水株式会社，那必然是小野二郎那个野性勃勃的家伙集团。妈，你能不能帮我安静一点？安静点。那当然是我家最安静了。好，那就去你家。苏家凤鸣宴本来是最为辉煌的时刻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这个该死的叶林，他早说他是麒麟不就行了吗？低头认个错的事，他就是不愿意啊！你们都是好东西，都不想我们苏家好。伯母，少爷，我把苏东找回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我们苏家今天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还回到这儿干嘛？你快去把姐夫追回来呀！你们俩可是有5年的感情啊！你去温柔一点，软言软语说几句，他肯定会原谅你的。快去！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你没有错，现在不是错不错的时候了。叶林他是麒麟，他掌控了全球第1商业集团盛元会，资产超过10万亿。姐，那么好的金龟婿，可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扔给别人呀！盛元会麒麟那么大能力，是你们能惹得起的吗？啊！按麒麟所说，明天就去送外卖，送3年。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家族100年基业毁于一旦。各位家主，你们也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今日被逼跪在他人脚下，这份屈辱，你们也能硬生生咽下去？你是清水株式会社的小野二郎？各位家主，你们好。不错，我是目前世界第2大商业集团清水株式会社社长小野二郎。小野先生，那刚才您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3位家主，3位大少，你们大夏有句古话，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敌人？小野先生，您是说麒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敌人？刘家主不用担心，这里都是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谈话不会被外人知道。没错，盛元会是我们清水株式会社最大的敌人，而我联合了全球第3大产业洛克菲勒和第4大产业摩根，势必要铲除大夏盛元会，铲除麒麟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们？我想让你们帮我演一场戏，一场不用让你们赔掉一半身家，也不用送外卖3次。小野先生，我愿帮你。我也愿意。爸，咱跟着小野先生，我可不想送3年外卖，还赔上一半家产。3大商业集团联手，就算他是麒麟，也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们钱家支持你。你说什么？别人？姐，你是没看到刚才董小曼看姐夫的眼神都拉丝儿啊！他什么心思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还真是蠢啊！你难道没有看出来那个女人要跟你抢老公吗？你要是再不把叶林追回来，你真的要失去叶林了。怎么江城最盛大、最风光的凤鸣宴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请问这位先生，您是？我是清水株式会社社长。清水株式会社，世界第2大商业集团，相传资产超过7万亿。没想到在大夏还有人听说过我清水株式会社。岂止是知道啊，简直是如雷贯耳！欢迎各位的到来，让我们苏家蓬荜生辉啊！这位先生，您是麒麟请来的吧？这凤鸣宴已经结束了，麒麟也走了。什么？麒麟走了？他明明和我说一会儿就到了。
什么？麒麟还没来？看时间，麒麟马上就到了。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又冒出来个麒麟？叶林他不是刚走了吗？难道叶林是假的？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叶林先生，这位是麒麟许正，这位是北豪盟主董自豪。你们就是苏家人吧？这凤鸣宴不都已经开始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是啊，我们只不过在路上堵了会车，来到凤鸣宴就没人了。天哪！难道你们是真正的麒麟北豪盟主？我们的身份有小野先生证明，这还能有假？再说，今天江城无流钱家3位家主也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上当了，全都上当了。刚才那个叶林处心积虑的，就是为了骗我们3家的钱。我们3家被叶林那个该死的家伙骗了整整300个亿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野二郎那家伙又准备出什么招？部长，小野二郎为人极为阴险，在商业上也是不择手段。为了财富地位，他什么龌龊的事都干得出来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那小地方全是狼子野性之人，如小利而无大义，最是两面三刀。叶林，这情报上说，小野二郎联合洛克菲勒与摩根，他们3家联手的实力已经远超过你的圣元会了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我知道，我就是不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圣元会，又会做什么阴险手段。他们用什么手段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据我猜测，他们的战场应该会在华尔街股市上举行圣元会。小曼，你很有商业头脑。华尔街股市是全球经济风向标，一旦有事，就是实力大损。我会重点关注。其实商业上我们完全不怕的，属下就是担心他究竟会使出什么龌龊手段。商场如战场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既然他们这么卑鄙，我们也可以用些手段啊。叶林，我听说啊，小野二郎是小野家族的2公子，他哥哥小野太郎现在是人们的伙伴。3位家主，你们不是一直跟着北豪盟主吗？怎么也会搞错啊？是啊，刚才你们还跪在叶灵脚下，祈求他开恩，饶你们一命的。朱少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4家之前为了避免商业间谍，一直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沟通。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！对，是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啊，所以才上了当。都是叶林那个畜生，他乘虚而入，我们才上当的。叶林那个该死的，骗了我们足足300个亿，真是好手段呐！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报警呢？3位家主都是商业圈的大佬，生意可以亏损，但是名声可不能坏。如果让其他人知道3位家主被骗这么多钱，会让竞争对手大做文章，在商业上极为被动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能说。我就知道叶林那家伙在虚张声势，真被他给骗了。先别管那个骗子了，既然真正的麒麟来了，那就继续我们的凤鸣宴吧。无兵不成宴，今日就暂且作罢。苏小姐，我很欣赏你在商业上的才能，如果你肯和我合作，我会还你一场更高级的宴，在龙岭大野寺举行，全国瞩目。小曼，你好了没有啊？洗澡都快洗了半小时了。女孩子是男孩子的美德。我可不是男孩子，我是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没听清。没什么。那给我吧。谢谢你了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啊，等一下。
小曼，你还有事吗？我没什么事儿啊。没事儿，要不你先起来。哦。你看什么呢？我没看什么。不过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可能保证会干出什么事来。你堂堂圣元会会长，天下第一的超级富豪麒麟，要对我这个弱女子做什么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弄疼我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被别人听到了，还以为我把你怎么？叶灵，为什么我明明只见过你2次，但总觉得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呢？见过我？我怎么没印象？照理来说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哪个男人见了不会记忆犹新？是在夸我漂亮吗？你还挺会说话，挺会哄女孩子开心的嘛。天不早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等一下嘛，这长夜漫漫，你确定不陪人家聊会儿小天，喝点小酒？我的酒柜里刚好有82年的拉菲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呀？那酒我都喝腻味了。那你喜欢喝什么酒？除非有罗曼蒂克。你怎么知道我家有啊？我现在就去给你拿。哎！我都被你看光了。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你还说你没有？你刚才那眼珠子上上下下都把人家看了个精光。你别胡说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我现在。你到底在哪儿见过他呢？算了，小不小，反正我都已经被他看光了，必须对我负责。高四，请。小叶先生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。高四，听说麒麟在江城的凤鸣宴上，把你们高家在江城的分支直接灭了。狗东西，叶灵，消失了5年，又突然冒出来，还灭了高家。看来真不把我龙隐高家放在眼里。高四，你们高家是龙隐第一家族，防止被灭，让你们高家颜面大跌，名声大损。只可惜啊，现在圣元会如日中天，实力之强大无人能比，稳稳地霸占了全球第一的位置。全球第一又如何？我有洛克菲勒和摩根集团的支持，再加上你们高家。小叶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据高三助我全面击击圣元会，叶莲旗下10万亿美金，我们2亿天作。哦，那需要我做点什么？明天在港城国际拍卖会上有一件超级重磅，可以先挫一挫叶莲的锐气。高三，哎。小曼，菜做好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吃个饭，你有必要穿成这样吗？我怎么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有点太性感了。我这可是在家里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反正呢也没别人。我还有更性感的呢，要不要我回来？别，千万别！先尝尝我做的菜吧。那你喂我吃。
啊？我喂你？你自己有手有脚的，就不能自己吃吗？你刚才压着人家了，把人家搞得很疼，所以啊，都没力气了。你必须得负责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你这样说，可是会教坏小朋友的。那你喂我吃。好吃。我做的菜好吃吧？我可是研究了整整5年。那你继续喂嘛，不要停嘛。真是被你打败了。吃个饭有必要用这样的语气撒娇吗？我哪有用撒娇的语气？人家这明明就是正常说话。这是服务。太好吃了，吃的好饱呀！没想到麒麟做饭居然这么好吃，这样的好男人啊，打着灯笼不好找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刻赶往。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现在立刻就得去赶场。明天港城的拍卖会上会出现一件超级国宝。超级国宝能让你如此重视，那肯定是绝世珍宝了。那件超级国宝就是始皇帝的传国玉玺。什么传国玉玺？寿命的那天，既寿永长。这传国玉玺是我大夏消失了数百年的绝世国宝，再不能让它流落海外。它是我们大夏的宝物，就应该出现在我们大夏的博物馆里，接受我们亿万大夏子民的瞻仰。说的对，这传国玉玺是我们大夏之物，必须回归我们大夏。这传国玉玺是绝世国宝，必然买家众多，被哄抬高价。我虽资产10万亿，但绝大部分都是资产，手头的现金不过1000亿级别。我要尽快收入现金。1000亿？1000亿还不够啊？肯定不够。清水集团想要对付我，传国玉玺就横空出现。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过于蹊跷？小野二郎那家伙肯定是想利用传国玉玺，然后榨干你的现金流，在华尔街股市上一举将盛元会击垮。叶林，你要不就别管传国玉玺了，先保住盛元会再说吧。我不知道传国玉玺下一次会在哪里出现，也许又会消失数百年。是我这辈子仅有的计划。可是我不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国外的土地上，在国外的博物馆里面看到我们大夏的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必须回归大夏，外国人想看，就必须在我们的土地上，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看。大夏千古传承，我辈义不容辞。叶林，哎呦我天！哎姐，这港城真不愧是有钱人的天下呀！这装修多奢华，多富丽堂皇呀！儿子，这港城是富了足足100多年的地方，可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。听说这次拍卖会可是会拍卖价值连城的大夏传国玉玺，全球不少富豪都来了。要是没有小野先生的面子，估计我们连这拍卖会的大门都进不了。这大夏传国玉玺没有100亿都别想开走，我们有机会能看看这绝世国宝，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哎，姐，我感觉小野先生对你好像照顾有加呀，难不成是对我姐这江城第一美人动了心？哎，要我说呀，你就多跟他交交好，把这关系更进一步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小野先生对我没有那种心思。
人家小野先生可是全国第2大商业集团清水株式会社的会长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。像叶林那个只会吃虎皮做大旗的骗子。妈，小野先生对我没有那种心思，他的眼里只有对金钱和权势的欲望，而不是……我是男人，我最有发言权。男人为什么要挣钱？那是为了赚到钱之后迎接更好的女人。我姐就是全天下第1好的女人。苏少说的对，苏总又漂亮又能干，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。可惜我的好，有人不珍惜。苏总，那个骗子他也来了。叶林，谁让你来的？你们怎么来的？叶林，你个白眼狼，你当然不希望看到我们在这儿了。你骗了3大家族足足300亿。叶林，你狼子野心，图谋甚大，假扮麒麟不仅骗了300亿，还搞砸了我们苏总的凤鸣宴。我吃里扒外，我骗了300亿，3大家族的300亿，我全部捐给了扶贫基金，我1分钱都没有拿。你少在这装了！人家3大家族的家主后来都来找我们了，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假的。他们说我是假的？对，他们说你是假的。叶林，那300亿你骗了我拿在手里，真的不对你合手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那300亿我1分钱都没有拿。不配！你小子现在有了300亿，也算是混入我们上流社会的圈子了，怪不得连拍卖会这么尊贵的地方你都能来。这家伙现在倒是装上了成功人士，你看穿的人模狗样。叶林，你个骗子！3大家族是不会白白吃这个亏的。我劝你早点亡命天涯，免得哪天锒铛入狱。叶林，你还是快点把钱还回去吧。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会在报纸和电视上看见你横尸街头的影子。苏青言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相信我，说我是骗子，说我假冒麒麟，说我骗了300亿混入上流社会，说我锒铛入狱横尸街头，就这么盼着我死？你个狗东西，你不还是盼着我苏家死，盼着我姐倒霉？而且万众瞩目的凤鸣宴都被你给毁了！拿开你脏手！叶林，你个白眼狼！我们苏家养了你整整5年，你吃了我们苏家多少米，花了我们苏家多少钱？现在你竟然敢动手打我儿子！好啊你现在有了300亿，你都敢如此猖狂了？真是太猖狂了！苏家怎么就养了你这样的白眼狼？你为什么要推呢？我为什么推他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自己眼睛看不到吗？他只不过就是质问了一句，你至于这么野蛮霸道动手伤人吗？这些我可都看在眼里了。小姐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你竟然如此眼瞎？我们就是眼瞎，我们怎么没有早点看出来你这个白眼狼来？在凤鸣宴上还是胆大包天，竟然连麒麟你都敢冒充！对，什么北豪盟主，什么盟主天机，都是你找来的演员。真正的北豪盟主，我们已经见过了。叶林，不要再玩火了，你这终究是包不住一伙人，你再怎么鱼目混珠，也骗不了别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小野二郎告诉我。你怎么知道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小野二郎那家伙阴险狠毒，你们只不过是他乱我心神的棋子。行了，叶莲，不要再解释了。你再怎么解释，也掩盖不了你是一个骗子的事实。叶莲，你让我们苏家丢尽了脸面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们真的够了！再惹我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叶林，你这个弑主的白眼狼，你连主母都敢打，你一定会被天打雷劈的！忍你够久了，谢思龙，你身为苏青言的助理，干涉苏家之事，逾越规矩，肆意妄言，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
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老天爷呀！你收了这施主的骗子吧！这家伙十恶不赦，丧尽天良，迁怒人怨啊！够了，都给我闭上嘴！叶莲，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助理我可以忍，但是你现在竟然如此无法无天、嚣张跋扈，连我的母亲、你的长辈你都敢动手！我的长辈，他哪怕有一点长辈的样子，他恨不得我现在就去死。可是我妈说的哪一点不是事实？真正的麒麟我们都已经见过了，她与人为善，温文尔雅。你呢？眼目狰狞，凶神恶煞，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麒麟。你见过真正的麒麟吗？对，小野先生，麒麟连对北豪盟主还有3大家主一起。你说我是相信小野先生、3大家主，还是相信你这个在我们家足足混吃等死5年的丈夫呢？我和你说过了，小野二郎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这全是他的阴谋。阴谋？你说这是小野先生的阴谋？这根本就是你的阴谋！苏小姐说的对，这就是你的阴谋。仗着几百亿就跟这真是好大的胆子呀！龙影高家也和清水株式会社联手，和你这个骗子有什么可说？我可是龙影第一世家高家的少主，什么事？你站在这儿好说话。我呸！你听到没有？龙影高家的少主都说你是骗子，你还装什么装啊？得罪龙影高家，这么好死啊！诸位，我们没必要和一个低贱的下等人说话。走吧，我们进拍卖会场。走。叶莲，你好自为之。怎么？叶莲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生气？小野二老真是好算计，竟然利用苏青言来乱我心神。苏青言他也来了。不但苏青言来了，小野二老还请来了龙影高家的高长生。我灭了江城高家，高长生对我恨之入骨。小野二郎这次好狠的心，为了杜绝拍卖会上乱叫价，特别增设了特别条款，每一次喊价都必须打到拍卖会的账户上。说的没错，如果我喊了500亿，就要转500亿现金。就算我竞拍失败，这些钱也要明天才能打回到盛年会的账上。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。这次拍卖会后，小野二郎必定会在华尔街股市上狙击盛年会，到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拍到传国玉玺，都没有资金和小野二郎决战到底了。叶莲，要不这次就别拍传国玉玺了。如果我不出手，小野二郎就会无人可打，拍走玉玺。我堂堂大夏族的传世国王，怎么落入倭国之手？这是我大夏的耻辱，也是我叶灵的耻辱。可是这一战你拍下传国玉玺，会导致资金不足，盛元会瞬间土崩瓦解。你要是输了，传国玉玺就会流落海外，这胜也不是，败也不是，这怎么打？百花花蛇火，我花开时百花杀。这一次不管输赢，叶灵必和小野二郎血战到底。苏莎，一会儿拍卖的时候要帮我多骂骂那个骗子。好嘞，小叶先生，您就看我这家伙骂的高兴。小叶先生，几句话就把麒麟说的是假的，让苏家人对你深信不疑，真是好手段啊！不是我身份高，记者一听，姐，你看到没？这家伙真是恬不知耻，当着你的面还跟那个女人那么亲密。就是，这家伙又奸诈又好色，没羞耻。
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不要亲眼看看叶林这家伙怎么死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叶林，我也想看看我们之间到底谁先后悔。各位贵宾，欢迎大家来到新一届港城拍卖会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拍卖会即将拍卖一件国之重宝。为了不耽误各位贵宾的时间，今天第一件拍品就是失传数百年的传国玉玺。他说这个玉玺，传国玉玺，真的是传国玉玺啊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这可是上百位帝王把玩过的绝世珍宝啊！这件传国，还有整个世界。传国玉玺，传国玉玺。各位，如此重宝，相信我也不用介绍了吧？它是我们大夏至高无上的象征，起拍价100亿。我的天，100亿！这是世界纪录吗？和传国玉玺相比，这几百亿算得了什么？盛元会出价100亿。盛元会，你是盛元会会长麒麟？麒麟极为神秘，没想到竟如此年轻。叶林，你是装麒麟装上瘾了是吧？还这么敢自称盛元会？叶林，你可真是狗胆包天，肆意妄为，你真是太放肆了！你们几个瞎了眼的东西，真是屡教不改，非要撞得头破血流才知道疼吗？你个狐狸精，你勾引有妇之夫，你还敢在这里乱叫！叶林骗了300，他分了你多少？说一声，老子跟你说一句。呸！好歹，你才不知好歹！你和叶林一样，都是骗子！坐下！这是港城拍卖会，不是菜市场，谁再扰乱会场秩序，我就叫保安把他请出去了。本次拍卖会早有特殊规定，为了防止乱喊价，所有人报出的价格必须打到本次拍卖会的账户上，不管任何原因，不管交易成功与否，打款明天才会转回。叶先生，您竞拍100亿，请打款。刷吧。还真舍得出钱呀！我看这家伙是有100亿，试试投机吧。反正他都骗到了300亿，要是真的被他100亿拍到了传国玉玺，那他可就挣大发了。放心吧，小野先生不会让他的阴谋得逞。清水株式会社出资200亿。小野先生就是厉害，200亿眼睛不眨就花出去了。那是，人家小野先生可是正儿八经的财团之主，叶林是个什么东西？女儿，你看看人家小野先生，这你将来要是嫁给他，你可就享福了。行了妈，别说。小野先生出价200亿，还有出价的没有？传国玉玺乃是我大夏之物，怎能变成看到落入倭国人手里？对，我大夏杀人国王，怎能流落在外？300亿，当兵当局，我出400亿、500亿、600亿、1000亿。各位，你们大夏以不负1000年的盛况，根本不会拥有此宝，就让我小野二郎替你们保管吧。2000亿。太他妈可恶了！你这是明抢！这100亿拿出了2000亿啊！在场的这谁能压得过呀？太可恶了！假如我能传出国宝，以后只能在我看到，那看人的脸吗？可惜我们都没有小野二郎有钱，足足2000亿，这怎么比啊？嘿嘿，满场堂堂大夏人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你说什么？小野先生说你们都不是男人，在小野先生面前，你们都他妈是废物。苏真，我和苏家的身份，大夏颜面比起来不足为道。别忘了你是谁，别忘了诅咒。苏振宇，你为了舔小野二郎的臭脚，连脸都不要了。江城府怎么出了这种东西？你个狗东西，你别在这为虎作伥！各位，这里是拍卖会，你们拿不出钱来，各位有说话的份吗？我真金白银拿出2000亿，而你们只能在这里无能狂怒，大打嘴炮，
有何异议？要想长国一喜，不留入伙，那就拿出钱来，没钱都给我闭嘴！小野，别太嚣张。盛元会出价3000亿，3000亿，厉害啊！我大象卧虎藏龙也不会好欺负的。他出了3000亿，他最多也就300亿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叶林，你还真敢出价？好，我小野二郎陪你玩到底。5000亿。6000亿，7000亿，8000亿。小野先生，您不是说叶林不是盛元会会长吗？那他怎么能拿得出8000亿？苏小姐，你可是不知道这骗子本事，那可是厉害的很呐！长国一喜出事，不少贵国财团都想竞拍，但不想与我小野二郎起正面冲突，所以就让他人出面。不知为何被这个叶林捡到便宜，这8000亿没有一分是他自己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叶林骗术还真高超。姐，小野先生说的没错，这叶林半点本事没有，骗人倒是世界第一。就是，苏家出了这么个骗子，你是丢人现眼哦。反正我们就等着看叶林出丑就行了。这苏家人全是些蠢蛋，小野说什么这大象之宝，舍我其谁？我小野二郎出价9000亿，9000亿！小野先生出资9000亿，这可是创造了世界纪录啊！叶先生，您还出价？叶林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这一举，盛元会就完了。时间紧迫，用尽所有办法才凑到1万亿，这已经是盛元会所有的流动资金了。这一局再也没办法和华尔街股市抗衡了，盛元会就会土崩瓦解的。各位贵宾，小野先生出资9000亿，还有人出价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！在场的所有人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小野先生。这传国一喜，以后就是小野先生的家族信物。很真呐，他妈很真呐！随便你们怎么说。传国一喜9000亿第一次，9000亿第二次，一群废物！大夏国宝要归我小野二郎了！哈哈哈哈！叶先生，这里大夏之人虽多，但实力远不及敌，只有叶先生能与小野抗衡，还请叶先生护我国宝，不能让小鬼子如此嚣张。叶先生，请护我国宝，请叶先生护我国宝，还请叶先生护我国宝，请叶先生护我国宝。叶林，你千万别冲动。还有贵宾出价吗？9000亿第三，快到！身为大夏人，绝不可能受此欺辱。诸位，我大夏国宝岂能落入他国之手？大夏有我，1万亿，叶先生大义啊！知道叶先生不会让我等失望，不会让大夏失望。大夏有叶先生，真乃万幸啊！1万亿第一次，1万亿第二次，小野先生，您还出价？算了，这传国一喜就让给叶先生吧。1万亿第三次，恭喜叶先生拍得本件国宝。恭喜叶先生。让你回家了。既然重宝物有所属，这拍卖会就没必要待下去了。叶先生，小野二郎先行告退。慢走不送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华尔街股市开盘，我筹备了一个杀灵宴，要在宴会上全面狙击盛元会，欢迎叶先生。杀灵宴，小野二郎，你好狠毒啊！商场如战场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叶林，你还有2个小时准备盛菜，华尔街股市一开，你叶林灰飞烟灭。嘿嘿嘿嘿。叶林，无论结局如何，
我董小曼都会陪着你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。何止是贫穷？如果今天晚上盛元会崩溃，我可能会欠很多钱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就算陪你去扫大街，陪你去乞讨，我也会跟着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你。刚才看到你的背影，我才想起来。小曼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还记得4年前在江城皇朝 KTV 发生的事吗？皇朝 KTV。老大，这个妞怎么样？哟，这个妞可是真带劲啊！哎呀，长得是又漂亮又性感的，好死我们老大！小妹妹，你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！你别管我家里有很多钱，我爸他也有很多钱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让我爸给你。钱，我黑豹最不缺的就是钱，用不着你爸爸。像你这么漂亮的极品美人，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！光看看，心里就直痒痒。你别过来，救命！救命啊！你喊，让整个江城的都是我的地盘，都是我罩着的。你喊破喉咙啊，也不会有人救你的。别过来！来人，救命！啊！你就不知之法就是了。我怎么抛弃你？送我药这么快，才没打。小兰要送到 KTV， 现在的有钱人真是会，就是这件包厢。救命！救救我！富二代呢？那药是我的，拿过来，可以走了。这位大哥，在 KTV 抢名女不太好吧？我跟那小美女玩个游戏，碍你什么事儿啊？东西放下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不是的，我们没有在玩游戏，我是来江城旅游的，被他的手下绑架过来的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看这场面，好像还真不是像玩游戏的人。一个送外卖的狗东西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你是谁？老子是城南黑豹，人人都喊我豹子。小子，你在这儿送外卖，没有听到过老子的名号吧？黑豹？没有听，可能是名气不够响。你说什么呢？谁给你的狗胆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识相，赶紧给我滚蛋，要不然我让你命人缺胳膊少腿儿！缺胳膊少腿，你还没有这本事。区一个送外卖的，敢和老子黑豹说话，你今天也别想走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小姐，不用担心，我伤害不了你。狗东西，你今天非要找死是吧？好，老子就让你死！来人！好了，什么事儿？这个臭送外卖的，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，把他给我废了，两条腿都给我废了！你要不先走吧？
别惹祸上身了。没事，惹祸上身的是这个豹哥。你个臭送外卖的，闲得废了你！那个什么豹哥，听说你的老大是城南凤江王龙四，对吗？我老大是龙四这件事，那可是人尽皆知啊！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龙四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可能会很生气。小子，敢直呼龙哥的大名，你可真是不怕死啊！我告诉你，老子可是龙哥的头马，轻死一个臭送外卖的，龙哥会因此生气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龙四不但会生气，可能要我的命！且不说他龙四会要我的命，现在就能要了你的命！不怕是吧？好，那我可要给龙四打电话了。狗东西，说的还挺像的嘛！你打，我让你打，我究竟要看看一个臭送外卖的有多大的本事！喂，龙四，你的手下黑豹说要对付我，你说怎么办？等你，给你1分钟，1分钟之内不赶到，你在江城就别混了，我自会找人替代你。龙四就在这个城。哎，这狗东西装的还挺像的嘛！啊，龙哥当然在这厂子里了。不过他老人家呀，现在准备设宴款待一位神秘的大人物。不会是想说那个神秘的大人物就是你吧？正是。我听到了什么？他说他是大人物，他要为龙哥盛情款待。老大，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他妈就是一个神经病！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敢让江城地下霸主龙哥设宴，这家伙就是一个疯子！给我动手，先把他给我废了！哎，龙哥，您不是在招待贵宾吗？您怎么来？我不来。我不来，我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仗着我的名头在这胡作非为？龙哥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别动！你对叶先生无礼！谁是叶先生？叶先生也是你家的吗？给我跪下！叶先生，黑豹这家伙冲撞先生大驾，龙四罪该万死！什么？他是叶先生？你的手下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江城横行霸道，当街强抢民女，简直就是十恶不赦！龙四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叶先生，我现在就把这家伙请江，以儆效尤。还不快把这狗东西带走！龙哥，饶命啊！龙哥，我不认可叶先生！龙哥，饶命啊！龙哥，饶命啊！龙哥！今天我很不高兴，没心情和你吃饭，以后再说。是，今天是龙四的错，招待不周，以后随时恭候叶先生大驾。现在没事了，回去吧。真的是谢谢你了。哎，恩人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。原来我4年前救下的女孩是你。可能这世间的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吧。4年前仅一面之缘，我还以为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见面，没想到在我身边的一直都是你。小白，司马，你说叶灵该不会是真的麒麟吧？
苏总，叶林怎么可能是麒麟？在苏家5年，他除了洗衣服、做饭，就是混吃等死，像个全球首富的样子吗？可是你觉得他真的会去骗3大家族300亿，然后被推崇为大夏集团的代言人，用足足1万亿去竞拍传国玉玺吗？苏总，难道您不相信小野先生，相信叶林？我不是不相信他，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。姐，今天晚上的沙林宴有好戏看。好戏？什么好戏？小野先生将在华尔街股市狙击当世第1盛源会，准备一举收购盛源会旗下数百家上市公司。小野先生不愧是清水株式会社的会长，可真是大手笔！这可是鲸吞盛源会10万亿资产的超级商战。小野先生跟盛源会会长不是好朋友吗？我们之前还见过，怎么会突然反戈一击，想要打倒他呢？商场如战场，真服你。当今社会啊，这个才是王道。对，只有把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最重要。小野先生说了，今天晚上只要我们苏家全力帮他10万亿，能到5000亿。5000亿，女儿，5000亿啊！想当初我们苏家资产只有10亿，而如今却要翻上上百倍。今天晚上的沙林宴将会见证我们苏家一飞冲天。沙林，叶林，这沙林宴要杀的该不会是叶林吧？我呸！沙林宴杀的是盛源会会长麒麟，叶林那个废物也配得上沙林2字。不是叶林，就算是他更好。叶林让我们苏家最近的理念就跟苏总，您不会还想着叶林了吧？没有。这次拍卖会冻结了你1万亿，好在也冻结了小野二郎9000亿。现在就比谁的资金更多，谁就能赢得了这场商战。叶林，你有把握吗？仅仅2小时，我已经想尽了办法。现在我手头的资金不够用尽，看来今天晚上很难应付得了小野二郎的情况。小野二郎心思缜密，阴险毒辣，他必然有无比凶狠的后手。是啊，这龙影高家高长生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手。如果他站在小野二郎那边，小曼，你放心，我叶林搏击上海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这一次，我依然会赢。百花发时我不发，我花开时百花杀。我相信你，一定能赢的。动作都给我麻利点，别他妈磨磨蹭蹭的！让我发现谁偷懒，我就告诉小野先生，开除了你们。儿子，妈，儿子，小野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要让他失望吗？妈，你放心，能为小野先生工作呀，那是我的荣幸，我必定竭尽所能，不让小野先生失望。妈，您看这沙林2字是不是气势十足？很有气势。小野先生一定会很高兴。儿子，叶林，你怎么来了？沙林宴缺了我叶林，怎么行？这沙林宴杀的是麒麟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着，你他妈配被小野先生杀吗？无知者无畏，我懒得和你动手。可惜啊，你这个废物
根本就没资格待在这儿。对，像他这种货色呀，只配待在垃圾堆里，不他在这碍眼。你不知好歹和小野先生对抗，我看你这白眼狼是混不下去了，想来这沙林宴，小野先生凑近乎是吧？对，他这种废物呀，只会到处行骗，做别人的狗腿子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给别人当狗腿是你，想和我国人套近乎是你，没资格待在这儿是你。行了，叶莲，难道你现在还没有玩够吗？每次你都在我面前硬撑，每次你都说是我的错，是我苏家的错，难道你就没有扪心自问过，一点错都没有吗？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这样。难道你伤害我伤害的还不够？苏青言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到这个时候还认为叶灵是在伤害你？人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而你呢，对待叶灵是如此的苛刻，如此的不堪。你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；你认贼作父，数典难忘；你嫌贫爱富，不知羞耻；你位卑言轻，还在这大放厥词。沙林宴也没有要求你同小麦，你们俩都给我滚出去！小野他巴不得我和叶灵来，不信你们就等着看看。我倒要看看小野今天如何是。叶莲，以前的事情我不再管你了，但是今天这事儿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在这儿只会让小野先生迁怒于你，到时候你不会好过。叶莲，你能不能听我一次，不要再一意孤行？苏青言，可能我早就不喜欢你，可是我念旧，我舍不得这5年美好的回忆。我也一直都知道，我可能放不下的，只是那5年喜欢我的你，不再是现在的你。妈，你叶莲，不要走。再见已是敌人。苏青言，你还有什么没释怀的？倘若我从来就没有释怀，倘若我的执念不是呢？倘若我跟你想的一样会原谅你呢？倘若我一直在你身后等你，叶莲，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你要我向小野低头？只要低头一次，我们苏家就能彻底崛起了。小野答应我会给我5000亿，拿了这5000亿，咱们就隐居，我们不再过问商业城的事情。你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，我也不会再要求你上进了，行不行？你会明白的，一切都是你搞错了。今天这沙林宴不再是你我之间的事情，而是世界第一商业集团第2、第3、第4之间要决出最后的赢家，区区5000亿。这叶莲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装。他呀，就是沉浸在自己的谎言当中，自己都当了真。这废物演戏演上瘾了吧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死鸭子嘴硬的人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苏总，你可千万别对这个骗子心软了。是啊，女儿，你可别再上这个废物的当了。姐，你都被他骗了5年了，你还要被他骗多久啊？萧野先生，请问今天的沙林会是针对大夏盛元会吗？盛元会可是全球第一商会，萧野先生这次有互算吗？各位，今天是我小野二郎创造历史的时刻，欢迎大家亲眼见证大夏盛元会的突破瓦解，见证我清水株式会社成为商业第一宝座。萧野先生，萧野先生。哦，野桑，你也来了。今天这沙林宴我不来，
你怎么会开心？当然，我要当着您的面将商院会全面收购，将你所有的息息全部归我所有，这样我才能开心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，小野二郎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仅仅2个小时，麒麟能耐再强，现在也不过筹集了2-3千亿资金吧。正好，我也有3000亿资金，看看咱们到底谁死。小叶先生，江城苏家先预祝沙林宴成功，一战攻城，全球第一。萧炎先生，我们苏家对您可是竭尽全力，倾尽所有啊！萧野先生，等您大获成功，可别忘了我们苏总啊！忘不了，苏总对我的支持最为重要。今天我就要带着江城苏家一起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。诸位贵宾，诸位新闻界的朋友，欢迎大家参加我株式会社举行的沙林宴。取代生源会成为全球第一，一直是我的梦想和我追求的目标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在这实现我的梦想，更何况生源会会长麒麟也会亲临我们的沙林宴，观看他的生源会如何被我们分尸殆尽，瓜分完毕。这可是我小野二郎的荣幸。不是吧？麒麟也来了？谁是麒麟？他要找的人是我。这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麒麟。没想到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语可以衰国的麒麟，竟然如此年轻。各位，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麒麟，他就是我们江城苏家的一个气血，成天好吃懒做，妄想自己是什么大人物的废物。你们几个还有没有脑子？这是针对我圣元会，针对我叶灵的杀头宴。我冒充麒麟有什么好处？鬼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肯定是包藏祸心，不怀好意呗。我真懒得说你，你明知道这是杀头宴，你还要抢，你是不是真当神经病了？对啊，这家伙就算是杀头也要抢着先，看来是为了那点可笑的脸面尊严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不是麒麟？是什么情况？我都看不明白了。各位，现在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，他的确是世界第一商业集团生源会会长麒麟。什么？小野先生，你说什么？小野先生，您不是一直都说他不是麒麟吗？你们只不过是我手里一颗小小的棋子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。他既是你们的情绪，也是麒麟。不可能，小野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是麒麟，他掌控全球第一商业集团生源会，资产10万亿，叶灵是我姐夫呀！我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早和你们说过，商场如战场，我只不过是利用苏青眼你迷了他的心智，这场沙林宴才能顺利进行。苏小姐，您看看他现在心智大乱，他怎么和我在华尔街股市决一死战？啊，输定了！你没骗我，你是真的麒麟。你被小野二郎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无论叶灵如何解释，你就是不听，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现在，苏青言，你后悔了吗？是你们亲手把他推向深渊，原本他可以让你们苏家
飞黄腾达，他掌控着全球数10万亿巨额资产。可惜啊，你们鼠目寸光，为了区区的5000亿，把10万亿拒之门外，真是愚蠢之极呀！叶林，别说话，乖乖站在这里，不要乱我的形神。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，且看今天是你杀驴，还是我杀狼。好，好，果然是麒麟，死到临头了，还要负隅顽抗。都上来吧！这3位是我国最顶级的股市操盘手，每一位都服务于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，服务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。敌人是华尔街巴菲特集团御用操盘手，手上掌控的子母基金17家，操控商战16场，无一败绩。敌人隶属于索罗斯集团，索罗斯御用操盘手，大小24战，无一败绩。敌人是老虎对冲资金掌盘人，掌握资金6500亿，一共37场，无一败绩。请麒麟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倭国人就是倭国人，生死决战还要假仁假义。我倭国人崇拜英雄，但更崇拜的是死去的英雄。华尔街即将开盘，有请麒麟赴死。百花发时我不花，我花开时百花杀。今天看我杀尽倭贼！哼，好，很好，那就开始吧，请。圣元会会长单枪匹马独战倭国3大操盘高手，这一次可是要大开眼界了。这一战决定的可是10万亿资产的归属，前无古人，可能也后无来者。我们帮谁？我们帮谁呀？帮谁？咱们所有的钱都已经投给这个小野二郎了，咱们已经上了他的贼船了。不帮他的话，难道去帮那个叶林吗？局势已经不可逆转。买入圣元会全资控股公司328家，动用资金350亿。买入圣元会参股公司457家，动用资金420亿。买入元会风投公司528家，启用资金560亿。会长先生，我小野儿了，已经开始收购圣元会，你可以接招了。买入清水株式会社全资公司248家，动用资金420亿。你接手自己的圣元会，反而收购我的公司。圣元会不过是一个名字，你想要圣元会，我给你就是了。不过你的清水株式会社可就是我的了。竟然围魏救赵，是好手段呀！小曼，买入清水株式会社参股公司389家，动用资金500亿；再买入清水株式会社风投公司476家，动用资金630亿。断这条路！叶林，你竟然是大大的坏了！你在小野家族只不过是个二公子，你还有个哥哥小野太郎。如果你保不住小野家族的100年基业，贸然和我换了所有公司，你觉得小野家族会放？或许你的地位会被你哥哥直接取代吧。你快，把清水株式公社公司所有股全部回收，
也不能让依林得到。麒麟不愧是麒麟，竟然不坚守盛言会，直接收购小野二郎的公司。反客为主，攻守一行，这样别出心裁的商业思维，麒麟真是神人，神人啊！苏总，叶林，他好像真的很厉害。是的，叶林他真的很厉害，可笑啊！之前我一直说他不思进取，没想到他一个想法就跟我差了108000。再投1500亿，这叶林就算能耐再强，每天也是无名之炊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彻底失败。是，买入清水株式会社参股公司389家，动用资金500亿；买入清水株式会社风投公司457家，动用资金500亿；买入清水株式会社全资公司248家，动用资金500亿。叶林，我们的资金只有不到2000亿了，如果小野二郎的资金比我们多，我们还是会输的。不用怕，继续收购，把所有资金都投进去。是，买入清水株式会社全资参股风投公司1113家，动用资金1860亿。小野先生，盛言会攻势太猛，我们快顶不住了。小野先生，我们现在急需资金，如果没有资金，您的清水株式会社就保不住了。还有摩根财团、洛克菲勒财团已经收到您的牵连，损失1半财产。我清水会社足足7万亿资产，我跟洛克菲勒为了支持我，也投了5万亿。如果今天失败了，我小野二郎将会死无葬身之地。给我投！我把所有的钱给我投进去！已经全投了，我们没钱了。什么？没钱了？小野二郎没钱了，他输定了。太好了，看来还是我们大夏盛元会更胜一筹。这场世纪之战真是看得过瘾啊！苏总，叶林他要赢了。幸亏他要赢了，要不然我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叶林赢了，他赢了，他还是盛元商会的会长，他还是全球第一富豪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婿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，你是我们苏家的绝世良配。妈，你做什么白日梦了？咱们以前那么对他，他要是赢了，会给咱们好果子吃吗？他一定会把他们苏家打入地狱的。不会的，不会这么凶狠手辣的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小野二郎赢，让他赢了，还有5000亿，要不然咱们连上街祈祷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你真是太放肆了！你在那里和倭国人对抗，你不仅不帮他也就算了，你还希望倭国人赢？我管他哪国人呢！只要他给我钱，让老子做什么我都愿意，让我做倭国人我都愿意。你小帅，真是大逆不道！我没你这样的弟弟。没有就没有，你还不是不要你的老公？没有我这个弟弟，又能怎么样？说什么？够了！叶林，苏家都吵起来了。小野，你没钱，这场商业大战你输了。我输，我怎么可能会输啊？老公子，你可以进来了。麒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高桑，你准备了多少钱？不妨告诉这位世界第一富豪麒麟先生，让他知道您的实力。龙印高家可是大夏第一家族，虽然不如二位有钱，但在这场商战大会之中筹集了3000亿，不知道这3000亿能不能让麒麟先生身败名裂？这下完了，有高长生帮助小野二郎，麒麟肯定要输了。是呀，高长生带来了3000亿，要是以前根本不入麒麟之眼，现在可是一根稻草压死一匹骆驼。叶林，你死定了！谁让你跟我苏家作对？要不然你也不会落得今日这个下场。等你做了乞丐，去街边祈祷的时候，老子
老子会大发善心，给你吃顿饱饭。麒麟阁下，你不用挣扎了，认输吧。认输？向你们倭国人认输？现在阁下不认输，还能如何？多年前，我大倭国就想着击败大夏，成为世界的主宰。今天，我小野二郎终于做到了。我击败了全大夏最富有的人，我想成为整个倭国的英雄，成为世界第一。倭国永远不可能击败大夏，永远会被大夏踩在脚下。你做不到。你准备了3000亿？没错，3000亿足够让这个商战画完美的句号。的确，我已经山穷水尽，手头没有更多的流动资金，3000亿足够把我的圣元会买走。但是你也是夏国人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倭国人赢。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，我是个生意人，我只在乎钱。资本的本质就是蚕食、掠夺，还有战略。说得好，你的确是个生意人，从不讲任何条件。谁能让你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你就帮谁。麒麟，难道你想游说高长生转投你的麾下？麒麟阁下，你未免也太异想天开、白日做梦了。高桑只爱钱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背叛我的。他想要的是麒麟阁下那足足10万亿的巨额资产，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筹码。不，小野，你错了，还有更大的筹码。清水会社加上摩根、洛克菲勒财团，所有资本加起来12万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还需要我讲第2遍吗？高长生，我相信小野向你许诺过，把我圣元会21天做稳，你们2人平分10万亿，一人5万亿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小野先生的确是这么和我谋划的。那现在不如我们联手，金春清水会社、摩根、洛克菲勒3大财团，平分12万亿，你可以得到6万亿。5万亿怎么比得过6万亿？高桑，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。现在距离击败圣元会只差1步就能成功，成功之后，你可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夏人，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，对江城高家复仇，然后就能成为大夏第一。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迷惑了呀！怎么，小野先生，你害怕了？6万亿比5万亿可是足足多出了1万亿，区区首富之名会在高先生眼里？哼，首富的名号我根本不在乎。我是个生意人，我只看重钱，谁给我的钱多，我就帮谁。高子，你们江城高家可都是被他革灭了呀！你怎么能帮如此陷害深仇的仇人呢？仇人？想必6万亿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仇人？叶雷，我高家出3000亿，只有你成掉。高长生，我和你联手，没想到你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在背后给我一刀。阴险，真是阴险！阴险，比我更甚。刚才在拍卖会上说南厂王皇大夏人，吴有印是哪儿？老子也是大夏人，你把我都骂进去，现在还要我当你？你自己看，配吗？小曼，将3000亿全部投入，全面收购清水、摩根、洛克菲勒的资产。好，这次啊，趁他病要他命，
这3个财团一个也别想。萧炎先生，我们完了，这座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们顶不住了。快，想办法，快想办法！你们可都是无数商家诸有拜金，快给我想办法！萧先生，就算我们有天大的本事，我们也骗不出这钱呀。这次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。哪家混蛋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全他妈的都是粪土！萧炎先生，我们真的帮不了你了，保重。别走，别走，回来，快回来！不给我回来！小野儿郎，别再挣扎了，你的公司现在由叶先生掌控，你回去，小野家族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们不是喜欢切腹赔罪吗？这次回去，你哥哥可要逼着你切腹喽！华尔街收盘了，收盘了，清水会社无所存在了。叶先生，饶命，饶命啊！我不能没有清水会社，把小野家留点东西，留点东西啊！留，给你留。千百年前，我大夏是一国之始，不管你们倭国多少学子前来，我大夏都以礼相待。可千百年之后，我大夏换来了什么？你们只知道崇拜强者，欺凌弱小，属实是狼子野心，罪不可赦。你们都该死！你们清水会社击垮我的梦想！杀了你，叶莲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昔日家主有令，现在要带你回去接受惩罚。我不要接我！放开我！求了你，放开我！我不要回去！恭喜叶先生一举击溃3大财团联手，资产暴增啊！也恭喜高先生一次入账6万亿。好说好说，希望以后多多与叶先生合作。叶灵，恭喜你啊，终于赢了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赢。现在还有苏家，姐夫，这不是我们本意啊！是啊，这全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叶林，我的好女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啊。这只是误会。对，都是误会。我们不知道你是麒麟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信过？你们只相信我是个自甘堕落、不知羞耻，在你们苏家混吃等死整整5年，不胜强的烂泥。我错了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怪我眼瞎，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我不是你们苏家的女婿，我和苏青言已经离婚了。苏总，你快去求求叶先生，苏家的资金现在全部都没了。对姐，你快去求求姐夫，有什么事咱回家说，你快去啊！叶林，如果我跟你道歉，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？你不是不信我，你不是怎么都不肯低头吗？你不是宁可相信外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做丈夫的一字一句吗？叶林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认错，我认错了。这样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想怎样对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。你要不好好劝劝他吧。这世界上好像没有后悔药，
有，一定有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能做到。你去找几味药？药？什么药9叶重楼2两，冬至陈勇1钱，金珠可也血。好，无论多难，我一定给你找到。苏清言，你不好好想想，这几味药就答应了？是呀，重楼花开7叶，又何来9？寒蝉秋死，又何来冬至蝉蛹？霜雪隔年必会融化，又何来隔年的霜雪？这镜一破，你有万般的神通，也不可能如愿。苏清言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